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华为在9月6日带来了2年内第一款 Mate 系列 Mate 50E、Mate 50、Mate 50 Pro 和 Mate 50RS。虽然和预料的一样，没有 5G 技术，但是曾经被一众媒体人认为只会放在 Mate 50 Pro 和 Mate 50RS 上的骁龙8加芯片，这次也出现在了中杯 Mate 50上。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会上余承东只在介绍快结束时用英文快速的说了一遍 Snapdragon 8 Plus， 看来余大嘴怨气很大。初次见到 Mate 50，Tiger 的感觉便是很对称，背面取消了同心圆的设计，将4颗镜头放置在一整个圆环上，而且相较于 Mate 40，Mate 50的镜头模组更加突出。如果将 Mate 50和 Mate 40放在一起，那么 Tiger 还是觉得 Mate 40背面的同心圆设计更加吸引人，因为今年 Tiger 看到了太多的圆环设计 ，vivo 的 X Note、X Fold、小米的小米 12S Ultra。圆环设计似乎是目前手机上最流行的设计，而在正面，华为也是对屏幕的设计语言进行了大改。华为取消了左上角的药丸挖孔，重新复刻了华为在 Mate 20 Pro 上应用的刘海屏。不过这一次 Mate 50上的刘海会更加向上收窄，为了延续背面的对称设计，在刘海的一左一右有2个摄像头，左边是拍照镜头，右边是红外镜头。值得一提的是，苹果今年取消了 iPhone 的标志性刘海，改用了药丸挖孔，而华为一改标志性药丸，改用了刘海，这一对调有点令人啼笑皆非。这一代的华为 Mate 终于迎来了直屏 ，Mate 50E 和 Mate 50皆为直屏，而 Mate 50 Pro 和 Mate 50RS 为曲面屏。不过并不是像上一代的曲面屏幅度那么大，这一代的曲面屏幅度要小了许多，虽然牺牲了一定的视觉效果，换来的却是更舒适的握持以及打游戏的体验，这点牺牲还是值得的。屏幕方面，这一代的屏幕并没有上 2K， 但均达到 FDH+ 的水准。此外，在 Mate 50和 Mate 50 Pro 上还有昆仑玻璃版本可以选择，这一款业界首个瑞士 SGS 5星抗跌耐摔认证的玻璃，让整机耐摔抗跌落能力相比普通玻璃提升至10倍。同时，华为还宣布 Mate 30等老机型可以花费589元起升级昆仑玻璃，刷新率上 Mate 50 Pro 以及 RS 都是120 Hz， 但是中杯 Mate 50和小杯 Mate 51都是90 Hz。都2022年了，旗舰机居然还有低于120 Hz 的手机。哦不 ，Tiger 忘了还有苹果的60 Hz。影像方面，华为虽然与徕卡分手，但自研了 Ximage， 包含3种风格：鲜艳、明快和原色。打开照片水印之后，能看到 Ximage 的字样。这次华为还首创10档可调物理光圈，可以从 f1.4 一直缩小到 f4.0。各位摄影师的 DNA 有没有动起来？不过吧，从 CMOS 的尺寸来说，手机和相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即使将光圈开到最大，在 Mate 50上的成像效果与相机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此外，这次 Mate 50和 Mate 50 Pro 都支持超光变摄像头，其中 Mate 50 Pro 的主要提升在潜望长焦上，支持200倍的变焦范围。除了这些基础配置，华为在其他方面也带来了不少的心思。发布会前流传了1周的捅破天的技术，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那便是 Mate 50系列可以在断网的情况下，通过北斗卫星发送畅联消息，也可以结合北斗卫星一键生成行动轨迹。这也是全球首款支持北斗卫星消息的大众智能手机。这个功能对于特定人群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徒步去深山老林，而那些地方通常没有信号，若是不小心迷了路，便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发送消息，被找到的概率将大大提升。除此之外，华为这次还推出了应急模式，在手机没电的时候也能打电话，扫一扫，在关键时刻有大作用。最后，我们就学着于大嘴那样，简单的说一下处理器。华为 Mate 50E 搭载骁龙 778G 处理器，而其他则均搭载骁龙8加处理器，打破了之前搭载骁龙8的预测。然而全系是 4G 版本，这是比较可惜的，但对续航来说 4G 反而更加省电。除了没有 5G，Tiger 觉得这一次华为的 Mate 系列也没有辱没旗舰之名，无论是自卖还是首发北斗卫星消息，都能看出华为的决心。这一次华为 Mate 50系列的发布，能否再次让华为重回巅峰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别忘了订阅关注 Tiger，我们下期再见。